大家好，我是心怡。这个视频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学习，叫做中国味道。首先我们来做最家常的红烧，今天做的是红烧大排。它的关键一方面要浓油赤酱，非常入味，同时吃起来还要滑滑嫩嫩的，不能烧老。烹饪之前先来认识一下大排。所有的大排它的总称都是背脊肉 loin， 最靠前的部位带着长长的肋骨就叫 ribeye， 中文叫肉眼、眼骨或者肋眼，好像还有人叫它老饕骨。这个部位不太运动，所以它很嫩，带着一些肥肉，所以它很香。背部的中间就是 T-bone 剔骨大排，它的一侧是 ribeye 肋眼的延续，但是形状要小一些。另一侧一小块的就是腹部的里肌肉，里肌肉当然是整个猪里面最瘦最嫩的一个部位，所以如果买得到 T-bone 就是最好的选择。靠近后腿最大的一块排骨就叫 sirloin 西冷大排，因为筋多有嚼劲，所以是没有办法的选择。今天用的是剔了骨的肋眼大排，平均一块是150克。肋眼的周围都裹着筋膜，为了防止卷曲，就把它斩几刀。这个步骤很重要，尤其是排骨中间的这一刀。大排要嫩有3个诀窍，第一个就是要把它拍薄拍松，拍得薄烧得快就不容易老，拍得松是有窍门的。首先找到它一条条的经络走向，顺着经络就少拍一些，90度逆着经络就多拍一些，这样拍排骨才会松而不断。厚度大约是半厘米或者1/4 inch。最好的工具就是厚厚的刀背，因为它能控制方向。当然省力的办法就是用肉锤，它的缺点就是没有方向，敲得很烂也不如刀背敲得嫩。大排要烧得入味也有3个诀窍，第一个给肉下一个底味，2块大排300克加盐1克，酒2克，白胡椒粉少许，大约是半克，老抽酱油2克，用手抓一抓，让它充分吸收。揉匀后把它整平，密封，放在冰箱里腌制。密封好放在冰箱里腌制，可以抑制细菌的增长，这样更卫生。当然不是，今天一共用了7个方法，现在来看第2种。再拿2块猪排，加同样的料，充分揉匀后，我们来打水。你可以用清水，但是有生姜水那就更香。300克的大排加了大约30克的水，关键是要分5-6次慢慢加入，每次都要揉匀，让它充分吸透。这里新鲜质量好的猪肉就能吸比较多的水。同样把它密封，放入冰箱腌制。第1种腌制只用调料，第2种腌制还打了水，2种方法都放在冰箱里腌制24小时。第3、第4种也是一个不打水，一个打水，腌制的时间是8到10小时。第5、第6也是不打水和打水，腌制的时间是1到2个小时。最后剩了一块排骨，做了第7种腌制，懒人法。首先这块大排是大少爷，从来没挨过打，而且腌制的时候也没有打入水，时间是1到2个小时。7种腌制的方法是否有7种不同的口感呢？那就请你看到视频的最后。腌制的时候我们就来准备一些额外的风味。红烧大排我就喜欢加葱，很多葱，如果你没有那么多，少一点也可以。把它洗净晾干，把葱白和葱绿分开来。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，还可以把葱白一抛为2。中小火把锅烧热，我们来烤葱白。为了增香，这里可以先煸干水分，再加油。油和葱白大约是1:3。熬好的葱白又甜又香，关键就是只能金黄不能焦。一边熬一边把细小的葱先挑出来，防止焦掉。大约一半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全部拿出，又香又脆，这个葱油特别好吃。现在我们来分几批炸葱绿，这个葱绿等下会烧在排骨里，炸半分钟就可以拿出来。葱油在唱歌是因为里面有水，小火烧一会儿，声音没了，水就蒸发完了。又脆又甜的葱白可以直接吃，碧绿的葱叶来煮排骨。熬好的葱油不但可以煎排骨，还可以当香油用。
大排嫩滑的第二个关键就是要给它上浆，产生一层薄膜才会有滑嫩感。最好用的是澄粉，它是面粉里把蛋白质去掉剩下来的淀粉。如果没有，也可以用土豆、红薯、玉米淀粉，再准备一个鸡蛋把它打散。上浆自然要均匀，不要一坨一坨的。关键还要有一定的厚度，才能保留住里面的水分。解决的办法就是加一层粉，再裹一层蛋液，再加一层粉。这个薄膜需要定型，你可以油煎也可以油炸，而温度的控制就是大排嫩滑的第3个要点。中火热锅冷葱油，火力太低就会掉粉，火力太高就会焦会硬。排骨很薄，每面只需要煎1分钟，煎好之后就来煮。同样烧的时候火候要居中，热锅里放一些过了油的葱，没有熬葱的话就直接放排骨。加入老抽酱油15克，水大约是酱油的10倍150克，酒3克，料酒米酒都可以。煮了1分钟左右，加入糖，白糖黄糖都可以，糖的用量和老抽一样，你也可以随自己的喜好而调节。翻个身再煮1分钟，尝一尝味道，按照自己的口感可以适当的加盐。排骨要烧得入味的第3个要点就是勾一点薄芡。勾芡之前先把火候调成小火，之前提到的各种粉都可以，加一点冷水，粉和水的比例大约是1:3。勾芡的目的是让汁水能够挂在排骨上，这样吃起来更有味道。但是这个芡一定要勾得不但薄而且少，保留足够的汤汁。这些汁水在拌饭拌面的时候都是锦上添花。出锅前淋一些葱油或者麻油，那就更香了。一边做一边就把我饿死了，先来一碗无敌的葱油面。还有6种排骨要烧，为了统一味道，我就来烧一大锅卤汁。直接用刚才炸葱油的锅，放入糖，略炒一下出糖色，加入10倍的水，煮开后加入老抽酱油。老抽酱油不但颜色好看，而且盐味低，香味足，特别适合红烧。煮开后加入酒，再次烧开，熄火。卤汁烧好后，所有的排骨我都尽量按照同样的时间和火候全部烧好。有人实在忍不住，先来了一碗盖浇饭。肚子不太饿的时候，才能替大家慢慢品尝，看看是否和你的预计相同或不同。腌了24小时的2块排骨都很好吃。这是腌了8小时不打水和打水的，1个小时不打水，1个小时加了水。看看这个厚度，你就知道哪一块的汁水更多。最后一块大排没有经过刀背的蹂躏，果然就是干巴巴。7块排骨都吃了，究竟哪一块最嫩呢？我的总结是，肯定需要打水。对于这个厚度的排骨，1到2个小时就足够腌制完毕了。如果你希望口味更加浓郁，或者有时间上的要求，那就腌制24小时。最不好吃的当然是既没有敲过也没有打水的，所谓不打不成器。总结一下，大排要嫩，首先要拍松拍薄；第二，上浆均匀而且够厚；第三，火候要适中，一定不要太大；最后打了水之后就会嫩滑很多。而大排要入味，首先要下一个底味；第二，不论长短要腌制；第三，勾薄芡，让味道挂在大排上。谢谢大家的耐心，喜欢的话请你点赞并订阅。最后说一个小知识点，为什么腌制的时候要打水？因为盐或者酱油有渗透压的作用，当遇到肉的时候就会往里跑，再把里面的水分拉出来。但是这个状态是暂时的，因为盐也可以把蛋白质链拉松拉长。大约1小时后，肉的内部空间扩大，那盐、水所有加的水又跑回去了，不但汁水往里跑，而且各种风味也跟着往里跑。
那么这块肉就不但是多汁，而且还有滋有味。再次感谢，希望大家做出美味的红烧大排。